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mini，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。我呢，现在身体已经基本上完全康复了，声音也恢复到了以前，哇，健康的感觉太好了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这段时间来给我的关心、鼓励和支持。那今天这期 vlog 呢，我会带你们回到我的母校，我上大学的地方。我们会管自己的学校叫做母校。母这个字呢，它有母亲的意思，因为我们会觉得培育自己的这个学校呢，我们会把它比作是像母亲一样，所以呢，我们叫母校。那今天我带你们一块儿回到我的母校看一看。我在这所大学呢读了2年，因为是硕士研究生，硕士阶段2年，差不多10几年前的事情了。哇塞，时间过得太快了。我一直很想回学校走一走，看一看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。今天，你们跟着我一起去我曾经读书的地方走一走，看一看，然后教你们一些跟校园有关的中文词汇。那我读书的这所大学呢，是中国传媒大学，它的名字是中国传媒大学。我要跟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母校。这所学校毫不夸张地说，是中国传媒类的最好的学校，所以它非常难考，很难考，分数要很高。而且呢，现在很多的知名的主持人、播音员，还有一些演员等等，都是毕业于我们学校的。所以呢，今天你们跟着我的镜头一块儿去看一下，这所孕育了很多人才的地方，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？因为我已经毕业10几年了嘛，学校据说现在变化很大，所以我们赶快一块儿出发，去学校看一看。我现在已经下楼了，然后准备在楼下打个车，因为从我这里到学校呢，没有直达的地铁或者公交，有那么一点点的远，所以我要打车。那我们一般打车就是用手机 app， 我们有滴滴打车，用手机 app 下单。我的车来了，上车向学校出发。朋友们，我已经到了，然后刚刚那个车开得特别快，我现在还有点晕车，我们叫晕车。你们看我后面，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南门，这里。然后等一下我要刷一下身份证进去。我们现在呢，先去刷一下身份证，看可不可以进去，因为是校友嘛。家人们，我刷身份证进来了，刚才很感动，因为刷身份证，然后那个屏幕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然后欢迎你回家，他写的是欢迎你回家，好感动哦。因为毕业这么多年了嘛，然后我现在是校友身份回来的。那我接下来呢，先进学校吃午饭。现在中午12点多了，带你们看一看食堂。吃完饭，我们再一起参观校园。这里好像这里新开了一个美食广场。这个我上学的时候没有的，然后我们下去看一下。谢谢。我们进来啦。好多吃的，
看看我们吃点什么。这边有肯德基，肯德基啊，这是一个地下的餐厅。桌子上全是二维码，可以直接扫码点单。扫码点单。食堂里的学生真的很多，有的人在吃饭，有的人在自习。你们看，我点的拌饭来啦！这个是金枪鱼拌饭，看着还蛮好吃的。然后这个是香菇酱，香菇酱它不辣，因为我还不能吃辣的。这边还有免费的汤。我要开动啦，开始吃饭了。然后它这个有一个酱，我要把这个酱呢拌到饭里。这个动作叫搅拌，搅拌。学校食堂的饭要比外面便宜一点点，这个拌饭呢要15块钱，全部吃光光，绝对不浪费。朋友们，我已经吃完午饭了，我现在又回到了刚才进门的那个大门。我准备从这边开始带你们逛一下校园。后面的这个呢是校门，校门口，我站在校门口。然后我后面的这个特别大的楼，这个叫主楼，主楼。我们当时有很多的课就在这个主楼上。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呢，我的专业是广播电视，然后所属的学院是电视学院。哎呀，再一次回来，好感慨呀！我真的10几年没有回到学校里了，10几年了。前面这个楼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所在的电视学院，咱们走近了去看一看。看，电视学院这4个字，电视学院。这是学院的大门，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进呢，因为周末有的时候会关门。我们试试看，看能不能进。哦，它锁了，进不了。学院的门锁了，现在是周日，然后应该不能进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合个影吧，在这里。这4个字，电视学院，合个影。我还记得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呢，在这块大石头这里拍毕业照，在这里。我们当时很多的同学一起在这儿拍毕业照，挺感慨的。因为毕业的时候呢，还觉得很舍不得学校。这一眨眼啊，过去这么久了。看，这就是学校里面。哎呀，满眼都是绿色，真好看。这边我们看看是什么。这里呢有很大的学校的 logo， 这个是学校的 logo。这个是我们学校的英文名字的缩写 CUC。后面的这个是我们的校歌，你们看，这上面呢印了校歌的歌词还有旋律都在上面。我们的校歌名字叫《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》。这些在我上学的时候都是没有的，这都是后建的。这几个字写的是这里是终点，也是起点。当你走在学校里面的时候，
这个区域我们会叫校园。校园，校园。学校新建了好多凉亭，这个是凉亭，凉亭，古色古香的，很漂亮。咱们到凉亭里坐一坐，凉快凉快，因为外面还是蛮晒的。好了，我现在坐在了凉亭里，哎，感觉真的很凉快，没有太阳晒着，很舒服。我们学校呢，其实因为是传媒类的学校，艺术类的学校，它非常有名的专业呢是播音主持，播音主持专业。当然还有广播电视，我的专业也是很有名很有名的。那因为学艺术的学生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学校一直以来呢都盛产美女哦，美女特别多，美女就是漂亮的女孩。你走在我们学校里，迎面走过来的都是很美的女孩子，对，大家都很会打扮，然后也都充满了艺术气息。我觉得学校里的这个鸟叫的声音特别治愈，你们听，鸟的叫声啊，感觉自己置身在大自然里，好舒服啊！我觉得我可以在这儿坐一下午，太舒服了。这个凉亭太漂亮了，我都不想离开了。但我们还是走吧，继续逛校园，往前看看，前面还有惊喜。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呢，每天就是2点一线，到教室上课，然后去食堂吃饭，然后再回到宿舍休息。那个时候的生活就非常的简单，非常的单纯，没有什么烦恼。那离开学校之后呢，工作以后，觉得焦虑的事情、烦恼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。所以真的，我们读书的时候就要好好的享受这段时光，当下是最美好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活在当下。我现在想想，如果让我回到10几年前校园的时候，我一定会非常珍惜那段时间的，一定不会浪费1分1秒。这块石碑上面刻的字，就是我们学校的校训。校训，校训，我给你们读一下，从这边开始：立德、敬业、博学、敬先，这是我们的校训。我们继续走，这边有一条，这边有一个湖，你们看。我记得我当时读书的时候还没有这条湖呢，然后毕业的时候呢，这里还在修建，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完美了。这是石板小路，我们走过去，走到河旁边。这里竟然还有几只可爱的鸭子，太可爱了。那边还有一座桥，一座桥。那在河的对面呢，这里是一座假山，这个叫假山，假山，假山，假山。这个小小的瀑布太可爱了。学校里新建的这些假山太好看了，
站在这里我都觉得好舒服，尤其是听到这个水流过的声音，非常治愈。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大自然的人，在这里好像校园里难得的很宁静的一块地方。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些，这都是后建的，所以现在的学生好幸福啊。太治愈了。家人们，我今天穿的这双鞋是双新的鞋，就走了这么一下下，然后脚已经有点磨破了，给你们看看。看这里有一点红了啊，好痛，有点磨破了。但是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坚持一下，继续往前走。这条路啊，太熟悉了啊！以前每天都在这条路上走来走去，感觉呢，现在学校校园的绿化比以前好了太多了，满眼的绿色啊！这里星光超市，星光超市名字没有变，10几年了，名字没有变。我以前每天必来这里的，哇，好怀念！以前我会来这里买东西、打印文件、吃饭，看看有没有变化。啊，没什么变化，还是老样子。但是格局还是有一点变化的。我记得以前这里有很多餐厅，餐厅在前面。这边以前我经常来这里吃饭，现在它依然有很多的美食。看，这里比我以前要大了很多，我记得以前没有这么大，现在变得很大。这边有麻辣烫，麻辣烫我也很爱吃。这个鸭血粉丝汤我以前经常吃，这就是我以前经常来吃饭的地方。这里比之前要大了很多，以前呢就是一个小小的餐厅现在大很多。重走以前的路，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这里是学校的图书馆，我们的图书馆还是很大的。我现在呢又来到了另外一座教学楼，然后我们之前有很多的课也是在这里上的。我想进去看一看，有没有教室的门是开着的，然后给你们拍一下教室的样子。就是这里啦，这个楼也很高。我们以前呢会在这里上课。这个是走廊，旁边呢都是教室。这边教室门开着的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好多学生在上自习。现在的这条路就是刚刚教学楼里面，我出来了。这条路我也是以前天天走，因为每天在这里都有课。重走一下当时上学的路。咱们现在马上就要走到我以前的宿舍楼了，宿舍楼马上就要到了。其实我们学校不是很大，不是很大，一会儿就能逛完了。我们到啦，就是这里，后面这里，这是47号楼，47号楼。然后呢是3人的宿舍，我记得我们当时是3个人住啊，所以它是3人间还是4人间，我有点忘记了。但是呢，住宿条件还是很好的。
这就是我曾经每天睡觉的地方。这个是宿舍门口的放快递的地方，这里可以放快递，还有一些外卖。这边我记得这个店，我们那个时候这里是一个打印店，然后还卖一些书什么的。现在是一个文创店，他会卖我们学校自己的一些 T 恤。宿舍这附近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，还是以前的样子。这边呢是宿舍区，这都是宿舍。然后你们看，这里挂了被子，还有各种衣服，应该都是学生们拿出来晒太阳、晾晒的。哇，这里好多呀！这是公共晾晒区，大家可以在这儿晒衣服。你们看，这个宿舍楼就会比较老一点，这个就是比较老一点的楼。然后我住的那个宿舍楼呢是比较新的楼，然后这个楼，我后面这个你们看到的这个楼，它是比较老的，老新，那像这种老楼呢，它里面的住宿条件肯定没有我们那边要好，好像是8人间，对，那这里还是有很大变化的。以前呢，这里是西门，这里有一个校门，我可以从这边出去的。这里有一个门，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好像封上了。这个西门已经完全封上了，我们叫封闭封上了。以前我会从这里会有一个门，我会从这里出去，然后呢，这个外面会有很多的美食，好多好吃的，但是现在我们出不去了。上学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是不太愿意吃食堂的，总觉得食堂的饭菜没有味道，然后我们就特别喜欢跟着同学3、5成群的去这个西街，就是这里我们叫西街，这里有一个西门出去的那个西街，我们就会大家一起到西街去吃各种好吃的，外面有很多美食，什么烧烤啊、麻辣烫啊、川菜呀、凉皮儿啊等等，都是我们经常去吃的。但是现在这个西门已经消失了，没有了，好吧。学校过去了10几年了，变化大也是很正常的。整个走下来呢，我的感觉是学校的绿化变得特别好，到处都是绿色，到处都是鲜花，还有小桥流水、凉亭，非常的治愈，然后有大自然的感觉。我觉得比我上学的时候要美太多了。这样的环境，我觉得对学生们学习是特别有帮助的。好啦，我呢已经在校园里逛了一大圈了，然后逛得差不多了。那今天的视频呢就拍到这里吧，感谢你们的观看。你们觉得我的校园美吗？如果有机会来北京，也欢迎你们来参观我的学校哦。OK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